1943年1月，在纽约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一位女士打开3327号房门，惊讶地发现里面一位86岁的老人已经离世。这位老人形单影只，身无分文，过去10年都把这间小小的酒店房间当作自己的家。他每天靠饼干和热牛奶果腹，最大的开销是购买谷物去公园喂鸽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凄凉的离开人世的老人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点亮了整个世界，却在默默无闻中凋零。这位老人名叫尼古拉·特斯拉，一代天才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答案或许藏在他传奇而又凄绝的一生中。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故事的开头。1856年7月，特斯拉出生于奥地利帝国境内今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小村庄。传说他降生在一场电闪雷鸣的夜晚，接生婆望着雷雨中的婴儿，惊呼着孩子将来属于黑暗。但特斯拉的母亲坚定地回答说，他的孩子将来属于光明。谁也没有想到，母亲的话一语成谶，日后这个孩子真的把光明带给了全世界。然而他自己的人生却长期笼罩在黑暗之中。特斯拉幼年时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5岁那年，他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哥哥从马背上摔下，不幸身亡。兄长的离世给幼小的特斯拉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内疚感。此后，他常常出现伴随耀眼闪光的幻境，难辨现实与想象。这种现象一直伴随他成年，但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感知，开启了他奇特的思维方式。特斯拉发现自己能在脑海中清晰地构想出复杂装置的全部细节，甚至无需动笔绘图，就仿佛亲眼所见一般。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他写道：我的发明在脑中运转良好，实验结果也与我预想的丝毫不差，从未有例外。特斯拉将这种异于常人的想象力部分归功于自己的母亲。特斯拉的母亲乔卡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女性，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热衷于发明各种家用小器具，还能凭惊人的记忆力背诵长篇叙事诗。母亲的巧思和记忆力遗传给了特斯拉，为他日后成为发明家打下了基础。而特斯拉的父亲米卢丁是一名严肃的东正教牧师，他希望儿子长大后子承父业进入教会。然而特斯拉从小对科学和工程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与父亲的期待相冲突。10几岁时，年少的特斯拉罹患了一场可怕的霍乱，病重时一度多次陷入生死边缘。在特斯拉高烧昏迷之际，绝望的父亲终于松口承诺，只要儿子能康复，他愿意送特斯拉去最好的工程学校学习。仿佛奇迹一般，特斯拉挺过了鬼门关，逐渐恢复健康，并兑现了承诺，踏上工程求学之路。青年时期的特斯拉来到奥地利格拉茨的皇家工艺学院就读，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据说常常从凌晨3点学习，工作到晚上11点，废寝忘食的程度让教授们都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特斯拉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能够在脑中完成复杂的积分计算，还精通8种语言。他在学校初期成绩名列前茅，被视为前途无量。然而天才往往也有烦人的弱点。求学期间，特斯拉不幸染上赌博的恶习，为了赌钱挥霍了学费，最终在大学最后1年因债务缠身而辍学。他一度与家人中断联系，不敢让父母知道自己的颓废，甚至闹到朋友以为他溺亡失踪的地步。这段经历成为特斯拉心中难言的痛，但也塑造了他日后清心寡欲、对金钱淡薄的性格。辍学后的特斯拉在欧洲各地寻找出路，他辗转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家电报公司任职技师。在1882年的某天傍晚，特斯拉和友人在城市公园漫步时，夕阳斜照眼前，他忽然灵光一闪，想通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难题：如何利用交流电的原理来设计全新的电动马达。特斯拉激动地用手杖在沙地上画图演示，向同伴描述他脑海中那个划时代的装置。正是在这一刻，特斯拉酝酿出了自己的伟大发明——交流电感应电动机。这项构想日后将彻底改变世界。特斯拉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发明理想，必须前往当时电器行业的中心——美国去闯荡。1882年，特斯拉带着在布达佩斯形成的创新理念，先前往巴黎，加入了托马斯·爱迪生在法国的照明公司。
在那里，他起初从事安装电灯的工作，但上司很快发现了他的过人才华，让他参与更复杂的发电机和马达设计维修任务。年仅20多岁的特斯拉凭借过硬的技术，在欧洲爱迪生系统内崭露头角。他频繁被派往各地解决棘手的工程难题，声名日渐扬。2年后，也就是1884年，特斯拉的上司向他抛出橄榄枝，远赴美国，在爱迪生位于纽约的机械工厂工作。对于胸怀抱负的特斯拉而言，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毅然接受邀请，带着简单行囊和一封介绍信，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邮轮。传说特斯拉抵达纽约港时，身上仅剩4美分和几首自己写的诗。因为路途中钱包遭窃，他怀揣梦想，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年仅20多岁的天才少年，就此开启与美国与命运的博弈。刚到纽约时，特斯拉对他的偶像和新雇主托马斯·爱迪生充满敬意与憧憬。很快，他在爱迪生的公司里开始施展才华，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为改良发电机设备提出了许多创建。据说爱迪生最初对这位瘦高腼腆的塞尔维亚年轻人也颇为赏识，赞许地说过：“我有很多勤奋能干的助手，但特斯拉是其中最拔尖的。”2位不同背景的发明家一度惺惺相惜，然而这短暂的蜜月期很快被现实矛盾所打破。爱迪生和特斯拉在电力技术的核心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究竟应该使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来为世界供电？当时爱迪生所推广的是直流电系统。直流电的特点是电流只沿单一方向流动，优点是原理简单，电压稳定，但缺点也非常明显，电能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极大，导致电力输送距离非常有限。使用直流电几乎每隔1-2公里就需要建一座发电站，否则无法给更远的地区供电。想象一下，每个街区都要架设发电机，那将是多么低效而昂贵。而特斯拉主张的交流电恰恰相反，交流电的电流方向会周期性的来回改变，这种交变特性使得电压可以通过变压器升高或降低，在高电压下，电力可以高效地传输到远方，到了目的地再降压供当地使用。因此，交流电能够长距离输电，而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过载线路。简单而言，交流电可以送电千里，直流电却跑不远。此外，交流电还能够同时为多种不同电压需求的设备供电，应用范围更广。打个比方，今日我们家家户户的照明和电器用电都是交流电供应，而手电筒这样的设备才使用直流电池。技术上的优势让特斯拉笃信交流电才是电力普及未来的正途。可是在爱迪生眼中，交流电并非什么美好的未来，反而是他苦心经营的直流帝国的威胁。爱迪生持有大量直流电相关专利和设备投资，如果交流电兴起，他的利益将大受影响。这种经济上的考量使得爱迪生对特斯拉的交流电方案始终持排斥态度。特斯拉和爱迪生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两人在工作理念上的冲突也越演越烈。特斯拉后来忆述过一件令他心寒的往事，据说在特斯拉为爱迪生日夜奋战的一段时间里，曾有位经理对特斯拉开下口头支票，如果他能成功改良爱迪生公司现有的直流发电机设计，就奖励他5万美元的酬金。这对刚到美国一文不名的年轻工程师而言，无疑是巨款。特斯拉信以为真的投入公关，凭借惊人的才能确实做出了重大改进。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去兑现承诺时，对方却哈哈一笑，拒不认账，还甩出一句：“年轻人，你还不懂我们美国人的幽默呢。”5万美元的奖励成了一场戏谑，这一番羞辱令特斯拉大失所望。不管这件传闻的细节是否完全精确，他所传达的事实是确凿的。1885年，特斯拉与爱迪生决裂，毅然辞职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这对二人仅仅半年的短暂合作划下句点，也拉开了日后电流之战的序幕。告别爱迪生后，特斯拉决定靠自己闯出一片天。他雄心勃勃地筹划创办属于自己的电器公司，寻找投资者支持自己的各种发明想法。起初，确实有资本家对特斯拉表示了兴趣，公司很快挂牌成立。然而年轻的特斯拉不谙商场暗潮，那些口头支持他的投资人很快露出贪婪的本性，他们对特斯拉的创新构想兴趣缺缺，反倒对他已注册的几项专利觊觎不已。
结果特斯拉天真的将专利权折算成公司股份，不料投资方随即夺取公司控制权，将特斯拉排挤出局。他辛苦创立的公司和专利就这样被人攫取，自己手中的股份则变得一文不值。一夜之间，特斯拉从满怀希望的创业者变成了身无长物的失意人。为了糊口，他甚至沦落到纽约街头从事体力劳动，挥着铁锹挖电缆沟，每天仅挣$2工钱。试想一下，这位怀抱远大梦想的天才，此刻却满手老茧的在异乡的马路边劳作，内心该是何等的落寞。但正如黑夜孕育黎明，特斯拉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也酝酿着新的转机。1887年底，经历挫败的特斯拉东山再起，他埋头在简陋的实验室中研发出一项改变世界的核心发明——交流电感应电动机。这种电动机能高效地将电能转化为机械动力，是工业领域最需要的设备之一。相比以往的设计，特斯拉的电机不需要电刷与换向器，利用多箱交流电创造旋转磁场，从而让马达转动，构造简洁而性能卓越。1888年，特斯拉凭此发明申请了专利，并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展示了他的交流电动机。这场展示大获成功，震惊了在场的业界人士，也包括一位举足轻重的观众——美国著名企业家乔治·威斯汀豪斯。威斯汀豪斯是电气产业中的强力竞争者，正在寻找与爱迪生直流体系抗衡的方案。当他看到特斯拉的交流马达时，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构建完整交流供电系统所缺失的拼图。威斯汀豪斯当即与特斯拉接洽，很快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威斯汀豪斯以$6万的高价买下特斯拉多箱交流电的专利许可权，另额外给予特斯拉西屋电气公司的股份和日后每马力交流电销售额$2.5的权利金分成。同时，威斯汀豪斯还以每月$2000的优厚薪酬聘请特斯拉担任公司顾问。就这样，特斯拉总算遇到慧眼识珠，肯为他的创新埋单的伯乐，年轻的发明家联手，资本雄厚的实业巨头，一场影响未来电气时代走向的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竞争史称电流之战，一边是托马斯·爱迪生及其支持者们捍卫他们经营已久的直流电体系，另一边是尼古拉·特斯拉和背后的西屋电气公司推广崭新的交流电方案。爱迪生深知自己在技术理据上处于劣势，但他并不打算束手就擒。为了打击交流电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爱迪生展开了一场颇为丑陋的宣传攻势。他极力渲染交流电的危险性，甚至私下资助研制电椅，用交流电来处决死刑犯，以此向大众暗示：你看，这玩意儿会要人命。1890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刑椅在纽约州监狱电死了一名犯人，而背后推手正是爱迪生的团队。同时，爱迪生阵营还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公开实验，用高压交流电电杀狗、马，甚至农场的牛，以示范交流电触碰不得。最臭名昭著的一幕发生在1903年，当时爱迪生的人员竟用交流电处决了一头名叫托普西的马戏团大象，还拍成影片电死一头大象对外播放。尽管在现代看来，这种残忍的行为令人不齿，但在当时的确吓坏了不少市民。人们开始谈交流电色变，觉得它是可怕的夺命电流。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陷入被动，他们必须向公众证明交流电不仅有效，更可以安全使用。为了扭转舆论，特斯拉亲自上阵做出惊人之举。他在讲座现场让高压交流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再用手点亮一盏灯泡。观众看得目瞪口呆，高压电流穿过特斯拉全身，他却安然无恙，还点亮了灯。这一大胆的实验向世人宣告，正确使用情况下，交流电并非洪水猛兽。此外，西屋公司也加紧在实际上证明交流系统的优越。1893年，机会来了，芝加哥将举办世界博览会，需要大规模电力照明系统。爱迪生的新公司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都竞标这项工程，结果西屋公司报出了远低于爱迪生方的价格，成功拿下合同。于是，在那年举行的芝加哥世博会上，西屋电气用交流电点亮了整个展会园区。
成为史上第一个全面电气化的博览会。来自全球各地的2700万参观者漫步在明亮灿烂的灯海中，亲眼见证了交流电供电的可靠与强大。这是特斯拉与交流电派别取得的舆论胜利。在此之后，人们对交流电的疑虑开始烟消云散。紧接着，更大的壮举奠定了交流电不可动摇的地位。1895年，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力发电厂建成投运，产生的交流电成功远程输送45公里，为美国城市水牛城供电。尼亚加拉的轰鸣水流被特斯拉设计的交流发电机征服，转化为千家万户的光明。这是人类首次大规模利用远程输电供电的壮举。尼亚加拉电站的巨大成功，标志着特斯拉又一次走在时代前沿。它不仅是电气革命的功臣，也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先驱。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今天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还竖立着特斯拉的雕像，凝视着奔腾水流。电流之战以交流电全面胜利告终，直流电体系在供电领域被证明难以与之匹敌，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特斯拉和他的赞助人威斯汀豪斯成为最后的赢家。年仅30多岁的特斯拉，此时已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电气工程师之一。看似光明坦途在前，他终于可以不再为金钱发愁，并专注于自己热爱的发明事业了吗？命运却在此时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尽管在技术上击败了对手，但西屋电气公司却陷入了财务困境，连年来为扩张交流电网投入巨资，再加上经济周期的冲击，到了1897年前后，威斯汀豪斯的公司已累积了上千万美元的债务，岌岌可危。如果公司破产，不仅威斯汀豪斯个人损失惨重，特斯拉苦心推广的交流电事业也将毁于一旦。走投无路之际，威斯汀豪斯硬着头皮找到特斯拉，开口提出了一个近乎无理的请求：能否请这位发明家放弃原先合同中约定的专利权利金，减轻公司财务负担，帮助西屋电气渡过难关？试想，特斯拉完全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毕竟按合同，他有权从每一匹马力的交流电销售中抽取红利。随着全国电网铺开，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收入，等于源源不断的财富。然而，面对苦苦哀求的老朋友威斯汀豪斯，想到当初正是对方在自己落魄时伸出援手，相信了自己的才华，特斯拉终究不忍坐视对方倾家荡产。他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令商界瞠目结舌的决定，他主动撕毁了与西屋公司签订的专利权利金合同，放弃所有本该属于他的交流电专利分成。据后世估算，特斯拉此举放弃的利益相当于当时约1200万美元收入，换算成今日币值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那可是足以让他成为全球首富，成为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级人物的财富。但特斯拉毫不犹豫地拱手相让，只为挽救朋友和自己的理想事业。这样一举在商业社会几乎闻所未闻，他既拯救了濒临破产的西屋电气公司，也将特斯拉本人推向了另一条人生轨道。他选择了理想高于金钱，却也因此错失了一生中最好的积累财富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补偿，威斯汀豪斯还是设法筹款给了特斯拉一次性21万6千美元的买断费，用以永久买断他对那些交流专利的剩余权利。这笔钱约合今日的数千万美元，足以让特斯拉成为富裕人士。拿着这笔资金，特斯拉没有一丝后悔，反而松了一口气般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摆脱财务羁绊，专心追求我的发明梦想了。对他而言，金钱从来不是终极目标，把科学造福人类才是。特斯拉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信念，他宁可放弃巨富，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创举半途而废。这样的胸襟，诚如许多人所感叹，这个世界真的不配拥有他这样的天才。在财务压力解除后，特斯拉迎来了事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纽约，特斯拉成为社交界和科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用那笔钱在纽约曼哈顿建立了崭新的实验室，配备各种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装置，开始埋首进行一系列大胆的科学实验。许多富商、名流、新闻记者和科学家都以能受邀参观特斯拉的实验室为荣。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就是特斯拉的好友兼座上客，曾多次在他的实验室里观看新奇发明演示。
特斯拉高大英俊又谈吐风趣，尽管平日生活简朴拘谨，但在展示发明时却充满戏剧性的表演天赋。他会站在特制的高压平台上，让电流在自己周身迸发霓虹般的弧光，或者手持真空灯管漫步，让灯管凭空发亮，宛如魔法师一般。这些不可思议的实验令观者叹为观止，也让报刊争相报道，把他誉为电气奇才，当代的普罗米修斯。短短几年里，特斯拉的创新成果井喷般涌现。据统计，他一生中有300多项专利，许多都是在这时期诞生的。比如，他改进了霓虹灯的设计，让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饰照亮城市夜空。他发明了著名的特斯拉线圈，能产生高频高压电流，至今仍广泛用于无线电技术和霓虹招牌等领域。他构想出一种无叶片的涡轮机，希望革新发动机技术。他还醉心于探索无线能量传输和 X 射线的奥秘，甚至早在伦琴发现 X 光的同时期，就自行拍摄出了自己手部骨骼的 X 光照片。1898年，特斯拉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公开展示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遥控装置之一，一艘由他发明的无线电遥控小船。当他站在水池边，手握奇怪的遥控盒，远远一按，池中的小船就像听话的宠物一样前进、转弯、闪灯鸣笛，引来观众惊叫连连。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连遥控这个概念都没有，有不少人甚至以为是特斯拉在耍魔术或用念力操控船只。其实，这正是今天无线遥控技术和无人载具的雏形。在这样的辉煌岁月里，特斯拉几乎成了明日世界的代名词。他的名字和照片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被视为引领人类走进20世纪电气时代的伟大工程师。看着城市因自己的发明而灿烂生辉，他或许以为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正徐徐展开。然而，就在巅峰之际，一场飞来横祸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梦。1895年3月的一天凌晨，特斯拉位于纽约南5街的实验室突发大火。这场意外来得迅猛，在夜风助衬下，火舌几乎吞噬了整座楼。当大火终于扑灭时，特斯拉10年来积累的大量科研笔记、精密仪器、原型装置都付之一炬，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站在废墟前，特斯拉心如刀绞，多年心血荡然无存，无数珍贵数据、图纸和发明原件再也无法重现。这场打击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转折点，他不仅中断了他的研究进程，更像是不祥的预兆，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从此由盛转衰。特斯拉虽然很快在朋友资助下另觅他处重建实验室，但有些机遇错过便无法重来。在他陷入低潮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工程师古列尔莫·马可尼正迎头赶上。马可尼同样醉心于无线电报的研发，他在英国进行着类似的无线通讯实验。马可尼其实大量借鉴了特斯拉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试图在美国申请无线电专利时一度被驳回，理由正是其技术细节与特斯拉已注册的专利高度重合。然而马可尼并未停步，他获得了欧洲资本家的资助，加紧研发。1901年12月，年仅20多岁的马可尼抢先成功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信号，轰动全球。这项创举实现的技术基础其实使用了特斯拉的10几项专利，但在公众眼中，无线电的胜利者已是马可尼的名字。特斯拉对此表面上不屑争辩，他甚至大度地公开表示不羡慕马可尼的成功。然而，更大的不公随之而来。1904年，美国专利局出人意料地改变立场，推翻先前对特斯拉有利的决定，转而将无线电技术的关键专利授予了马可尼。这意味着在法律上，马可尼被认定为无线电报的主要发明人，可以独占相关专利利益。而我们的特斯拉10多年来在无线领域的探索几乎被抹杀殆尽。这一结果极可能与马可尼背后雄厚的财团支持有关，但对当时的特斯拉而言，无疑是一记重拳。他的荣耀被人窃取，他的梦想被人生生截胡。更令他心灰意冷的是，1911年，马可尼因无线电报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全世界对他的喝彩里几乎没有提到特斯拉的名字。看到他人拿着自己开创的成果登上诺贝尔殿堂，特斯拉终于沉不住气，怒而向马可尼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可惜这场官司一拖再拖，特斯拉为此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却始终未能等来胜诉的那天。一直到特斯拉逝世后的几个月，二战时期的美国最高法院才终于裁定撤销马可尼的专利权，等于追认了特斯拉在无线电发明上的优先地位。但那时，这位真正的先驱早已不在人世，无法亲见迟来的公道。无线电专利风波给特斯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成为他事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然而，即使在失意中，特斯拉仍未放弃胸中的远大梦想。相反，他萌生了一个更宏伟也更疯狂的计划，打造一个无线传输能量和信息的全球系统，为全人类提供免费的电力和通讯服务。这是一个几乎超越那个时代想象力的蓝图，也将是特斯拉最后的孤注一掷。1901年前后，特斯拉说服了知名金融家 J.P. 摩根投资他的宏愿。在纽约长岛，他开始兴建一座巨大的圆顶高塔，命名为沃登克里夫塔，也被人称作特斯拉塔。这座高达57米的铁塔宛如科幻场景般耸立，其顶端是个直径20米的半球形金属圆顶。特斯拉计划利用这座塔作为无线电力与通讯的中枢，向对岸的英格兰及全球传送无线电报信号，甚至无线供电。他设想未来人们可以不靠电线，就从空气中接收到电能，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共享能源与资讯，而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不得不说，特斯拉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端，在无线电刚刚萌芽的年代，就预见了全球无线通信甚至无线供电的前景。可是，他的资助者们却未必有如此情怀。摩根等工业巨头投资，最初是看重无线电报的商机，并不理解特斯拉更理想化的全球免费电力梦想。随着工程的进展，特斯拉不断追加设想，拓展塔的功能，预算也节节攀升。1903年12月，马可尼成功完成跨大西洋无线电通讯的消息传来，让摩根对特斯拉计划的信心大减。既然马可尼不用建造庞然大物也能办到无线通讯，为何还要往这无底洞继续砸钱？更何况，一旦真如特斯拉所言，可无限输送能源，我们该如何安装电表收费？传闻摩根如此质问特斯拉。在难以看到明确商业回报的情况下，投资人终于缩回了手，摩根停止了后续资金拨付。其他财主也对这个听上去疯狂的计划敬而远之。失去经费支持的特斯拉塔工程举步维艰。到了1905年，特斯拉只得黯然宣布停止建设，他卖掉了塔基地产抵偿债务。心爱的沃登克里夫塔最终在1917年被拆除。当废铁卖掉，特斯拉毕生最远大的梦想项目就此化为泡影。对特斯拉本人而言，这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他投注全部心血的理想世界离他而去，留给他的只有一身债务和满心失望。更糟糕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让原本意志坚定的特斯拉开始出现精神上的问题。他变得愈发孤僻古怪，时而患得患失，甚至出现明显的强迫症倾向。例如，对数字3有异常的癖好，洗手间要用3条毛巾，住所的房号必须是3的倍数等等。随着年岁增长，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科学奇才逐渐与主流科学界脱节，成了一个让人摸不透的怪老头。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斯拉的境况江河日下，他已无力再建立大型实验室从事研发，先前卖专利和募资所得的积蓄大多耗费殆尽。有一段时间，他辗转住在纽约多家不同的饭店旅馆，一度因付不出房费而被赶出住所。最后，年迈的特斯拉落脚在纽约曼哈顿的新加坡客酒店中一间狭小的客房里，开始了晚年的隐居生活。据说西屋公司总裁知道他经济困难，出于感念特斯拉当年之恩，特意安排每月给他支付一笔顾问费，实际上就是帮他付清酒店房费，确保他晚年不至于流落街头。就这样，特斯拉在酒店里免费住了下来。但除了这点帮助外，他几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拮据，物质的贫乏只是表象，更深的孤独如影随形。年老的特斯拉变得极度离群索居，几乎足不出户，很少再与昔日的好友往来。他把精力转移到奇异的爱好上，每天步行到附近的公园去喂鸽子。纽约街头的鸽子
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他常常在窗边照料那些受伤的鸟儿，细心喂食治疗。有一只全身洁白的雌鸽尤其得他的疼爱，几乎天天飞来与他相伴。特斯拉深深依恋这只白鸽，把它视作知己。他晚年曾动情地坦言，我爱那只鸽子就像男人爱女人一样，而那只鸽子也爱我，只要有它在，我的生命就有意义。在世人眼里，这番话或许难以理解，但对于备尝人间冷暖的特斯拉而言，一只信任他的鸟所带来的温情，可能远胜过人际关系中那些尔虞我诈。可以说，孤独成了特斯拉晚年生活的底色。尽管几乎被主流科学界遗忘，但特斯拉并未停止他天马行空的思考。在隐居的岁月里，他仍时常向报刊发表惊人的言论。例如，他宣称自己正在研制一种粒子光束武器，媒体将其戏称为死亡射线。特斯拉坚称这种武器已初步完成，只需足够资金支持，他就能造出一束毁灭性的能量射流，在数百公里外瞬间击落飞机，从此终结战争。这番言论在30年代引起不少轰动，各国军方似乎有人对此有兴趣，但最终没有实质进展。大多数人将其视为老人渴望再受关注的异想天开。然而，也有人暗自揣测，或许特斯拉真的掌握了某些非常规技术，只是苦于没有条件实现。除了死亡射线之外，特斯拉对未来科技也有许多超前预言。他谈到将来的人们可以随身携带一部小巧装置，透过无线电联络全球，这听起来相当于今日的手机。他还预见机器人和自动化将在未来社会大放异彩，但在当时，这些想法多半被视为离谱的幻想。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斯拉偶尔还是会登上报纸头条，不是因为科学成就，而是一些古怪的新闻，比如他反对女性着装时尚、变幻无常，或声称自己发明的震动装置曾让曼哈顿楼房地基颤动，引发人造地震等等。这些译文使得特斯拉在公众眼中渐渐被边缘化为一位脱离现实的怪人，过往的辉煌似乎被遗忘在历史角落。1943年1月7日，人生的最后一幕还是静悄悄地降临了。那天特斯拉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喂鸽子，酒店服务员察觉异常，上楼查看时发现老人安详地躺在床上，已经离开人世，离他87岁生日只差几个月。医生鉴定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特斯拉走得毫无痛苦。消息传出后，舆论界这才猛然意识到，这位被遗忘的科学巨人离开了人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特斯拉死后第一时间引起关注的并非科学界同仁的悼念，而是美国执法部门的介入。由于当时正值二战期间，传言特斯拉掌握着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死亡射线，美国联邦调查局非常紧张，立刻派人封锁了他的房间。政府指派专家清点分析他的遗留文件和设备，生怕其中藏有可能被敌国利用的发明。负责检查的专家中有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者约翰 G. 川普，他仔细检视了特斯拉的笔记和装置，最终向政府汇报说并未发现可行的超级武器。一些所谓机密装置其实只是用来误导外人眼目的普通仪器。就这样，官方的调查草草收场，特斯拉的遗体在纽约举行了庄重的葬礼，2000多人出席为他送行。随后他的骨灰被安置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博物馆中，与他的部分手稿和遗物一起永久保存。令人唏嘘的是，在他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他的印象依然模糊，他的名字仿佛也跟着一同沉寂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科学界才正式以他的姓氏特斯拉命名了磁感应强度的国际单位，以示纪念。这算是他身后获得为数不多的荣誉之一。至于他生前那些卓越贡献，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并未得到广泛宣传和证明。许多人提起电的发明与应用，只知道爱迪生，却不知道特斯拉。特斯拉的名字似乎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真正的天才从不会永远被遗忘。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大众文化的发掘，特斯拉的事迹开始重新回到世人眼前。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现代科技的根基都能追溯到这位被忽略的奇才身上。交流电系统、无线通讯、电动马达、霓虹灯、无线遥控、雷达雏形、
X 光技术等等。特斯拉不是发明者就是重要的先驱，他几乎凭一己之力照亮了整个现代世界。在流行文化中，特斯拉也渐渐由隐士变为传奇人物。2006年，电影大师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致命魔术》里就虚构了特斯拉的剧情，由摇滚明星大卫·鲍伊饰演，把他发明交流电的过程描绘得神秘莫测，富有魔力。特斯拉那充满魅力又孤独神秘的形象再次引发关注。而现实商业世界中最令人耳熟能详的致敬，莫过于硅谷企业家伊隆·马斯克给自己的电动车公司起名为特斯拉。这个决定正是为了纪念他心目中的偶像尼古拉·特斯拉，一位超越时代的男人。如今，特斯拉这个名字伴随着时髦的电动汽车驰骋在大街小巷，也终于让无数普通人重新好奇，这名字背后的人是谁。当人们去探寻他的故事时，才惊觉我们曾错过了一颗多么璀璨的巨星。可以说，迟来的公正与荣耀终于在特斯拉离世多年后到来。纪录片、传记著作纷纷面世，各种荣誉称号接踵而至，他被评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的故居成了博物馆，他的铜像树立在世界各地，他的诞辰7月10日被宣布为特斯拉日，以资纪念。100多年前的专利纠纷往事也得到了纠正，如今无线电的发明者名录里终于有了特斯拉的名字。人们在感慨他天纵奇才的同时，也不禁扼腕，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就给予他应有的支持和认同，历史会否有所不同？尼古拉·特斯拉的一生是令人叹惋的英雄悲歌。他拥有异于常人的才华和胸怀，却因为不善经营、自我牺牲而屡屡被现实辜负。在物质至上的年代，他鄙视金钱名利，专注追求造福人类的科学真理，结果反被视作怪人。他用知识与创造点亮了整个世界的灯火，自己却常年独处于黑暗寂寞之中。如果了解他的真实故事，我们或许能更理解那句流传的评价：这个世界当初并不配拥有他的才华。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开始补上对特斯拉的尊敬与感激。正因为有他这样的先驱，人类才能提前跨入现代科技社会的黎明。他母亲当年说他是光明之子，没错，他把光明带给了人类，但回望他的结局，内心又无比凄凉和惋惜。我们不禁要问，像特斯拉这样的天才，为什么会沦落至此？是命运的不公，还是时代的局限？也许正如特斯拉自己所相信的，科学的道路需要孤独和牺牲，而他的故事提醒着我们，对真正的创新者和梦想家，应当给予更多理解与礼赞，而不只是等到他们远去后才追思膜拜。特斯拉走了，但他留下的光芒将永远照耀这个世界。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灯火通明之时，都是在讲述他曾经来过，点亮黑夜的传奇。结束了这一切孤独与辉煌后，特斯拉终于长眠于黑暗中。然而，他带给人类的光明将万古长存。